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政客频繁炒作介入台海问题，其中就包括上任仅1个月的新防长彼得·达顿。达顿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台海冲突不应被忽视，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已做好准备。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继突然终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之后，澳国内又有杂音称要取消中资企业对澳达尔文港的租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新任澳防长彼得·达顿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若台海冲突真的爆发，这一问题不应该被忽视。达顿还表示，人们需要对目前的情况看得更现实一些。台海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军事活动，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着敌意。而对于达顿口中的台海冲突，他妄称，尽管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已做好高度准备，以应对在该地区针对其盟友的任何威胁，但澳方仍然将努力维持和平。For us,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be a good neighbour in the region, that we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with our allies. 针对澳防长的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我们愿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希望澳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和中澳关系的事。事实上，达顿不是近期唯一就台海问题发声的澳防官员。据德国之声报道，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安格斯·坎佩尔在印度瑞辛纳对话期间发表讲话时说，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冲突将会是灾难性的，呼吁两岸领导人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此外，澳前防长克里斯托夫·派恩在阿德莱德大学法学院演讲时明确提出，亚洲现在更有可能爆发战争，而台湾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点。有分析就认为，近期澳军方频繁就台海问题发声，但不能就此解读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就会断然采取武力干涉立场。事实上，澳大利亚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与老大哥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即采取战略模糊。对于美澳等国而言，是否介入台海问题以及介入的手段和反应程度，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具体原因以及和中国大陆军力的对比。他们可能会配合美方的一些军事行动，但是呢，就回归到盟友义务，回归到盟友这个东西本身，那可能还是要看当时他们签的那个澳新美那个安全条约。所以他们国内也在争论说，在这个条约之下，澳大利亚是不是能够，是不是需要因为这个条约，然后要参与针对台湾的这种军事行动。田金玲还提醒到，针对澳方官员近期就台海问题的持续发声，应该看到美国在背后扮演的角色。本月初，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代办戈德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澳正在展开相应的工作，使两国军队具备联合行动的能力，也包括战略规划方面的合作。他们频繁表态是说给谁听？一方面肯定是说给美国，因为作为近些年来这种反华的急先锋或者美国的马前卒，在联美恶华的这条道路上其实是越走越远了。他可能是在配合，或者说是在迎合美国的这么一个表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说给他们国内听。对，在他们政府搞砸了中澳关系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尤其是疫情冲击了整个世界经济，冲击了整个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民生等等各方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搞坏了跟你最大贸易伙伴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的这么一个关系，以及你们的这种外交政策的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我觉得他们是在找一个依据。除了在采访中谈及台海冲突，达顿还对近期澳方单方面毁约的行为发表评论。上周三，澳外长宣布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理由是荒唐的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此次澳方单方面撕毁的协议是维州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与中方达成的，但在去年12月8号，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对外关系法案，该法案赋予了联邦
邦政府取消州和领地政府、地方议会以及公立大学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的权利，被认为是对联邦政府宪法权利的极大补充。而这个法案也被解读为直指众多与中国有关的协议，其中与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首当其冲。实际上，维州政府一直对一带一路协议持正面评价，认为一带一路会促进中国投资，保证当地就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就表示，5年来，维州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2%，来维州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70%。但对于部分澳方政客来说，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的福利，显然要让位于他们个人的政治私利和私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就撕毁一带一路协议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其实就能够展现出来，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诚意，他们没有想要去真正的改善对华关系，没有想要去说把这个澳中关系往下走低的这个点给它遏制住。在当前这种政治、经济、人文等等各方面吧，双边的这种交流几乎是在一个停滞的状态之下，你如果再叠加上去一个撕毁一带一路这么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对未来来看，可能澳中关系的这个拐点还远远没有到。不仅如此，当主持人问及终止一带一路协议后，你们为什么不对2015年签署的达尔文港协议做些什么时，达顿声称，实际上有数千起此类案例需要查看，外交部长正在处理所有案例，如果他们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那么他显然会采取行动。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是距离亚洲和中国最近的港口，美军在此设有军事基地。2015年，北领地政府以5.06亿澳元的价格将达尔文港租给中国山东蓝桥集团99年，包括达尔文海上供应基地和福特山等码头设施。不过，蓝桥集团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它和北领地政府签订的商业合同也有解约条款。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就此交易答辩时就表示，这项交易完全不会影响澳大利亚军队的活动，也不会影响美军舰只在港口的出入。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也将坚决维护在外投资运营的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个意义更多的是对于澳大利亚的意义，就在15年之前，这个港口的这个是不景气的。从15年10月之后，慢慢的几年之内，这里发展很快，而且当时这个租赁协议应该是价值5亿多澳元。如果说他们现在把这个撕毁的话，他们也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毁约的风险。另一方面，英国即将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连同搭载的8架战机，于5月到印太海域巡弋。航母战斗群还包括6艘军舰、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潜艇、14架海军直升机以及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发声明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出航是要表明英国要在塑造国际系统上扮演积极角色，展示英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这次任务将持续约半年时间，会到访印度、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据悉，此次战斗群还将首次停靠日本港口，并与自卫队展开联合演练。目前，自卫队已经引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可以搭载的 F-35B 隐形战斗机，并规划2艘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和加贺号。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称，战斗群在驶经南海时会避开台湾海峡，取到东面海域，以免触怒中国。